你知道吗？外星人在29颗行星上已观测地球5000年。在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是否有人曾想过，其实星空也在仰望着我们？人类对于外太空的探索一直都是一件饱受争议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不探索太空，那么我们就很可能会在地球上这个人类文明的摇篮中一直生存，直到灭绝。而如果我们探索太空，则十分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著名科幻小说《三体》中就曾描述过一个关于宇宙间文明关系的假设——黑暗森林理论。假设在这一个完全黑暗的森林里，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猎物还是猎人。那么此时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安静，因为如果弄出一些动静，然后被森林中其他的人看到，那么他们要么就猎杀我们，要么就逃离我们的攻击范围。最终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最后会导致整个森林中的文明都保持绝对的静默状态。如果发现别的文明的踪迹，就要把它消灭，不然它就有可能会消灭我们。其实黑暗森林的核心理念就是在宇宙间信息传播的速度太慢了。我们知道目前信息传播的速度最快只有光速，任何物质都无法超越光速。所以发现一个文明的存在后，我们根本难以与之交流，更无法确认它们是否安全，所以只能将其杀死，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人类并没有任何可以攻击其他星系的能力，所以如果按照黑暗森林的理念，保证地球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绝对的静默。当然，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这样做过，甚至人类还主动向宇宙发射了信号。科学家经过长年累月的观测与研究，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宇宙中有29颗可能存在外星人的星球，恐怕已经观测地球5000年了，最近的仅在地球10光年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众多天文项目中，其中一项就是不停地向宇宙发射无线电。除了日常的弱小电波，科学家还专门使用大功率无线电发射器，向疑似有生命的星球主动发射无线电。现实中，人类这种操作要是放在三体小说中的世界，说不定早就被二向箔打击成2维世界了。但是目前为止，地球依旧无事发生，发出去的信号没有收到回信，没有受到攻击，也没有收到任何疑似文明发射过来的电波。而人类之所以想要主动联系地外文明，根本原因还是宇宙真的太安静了。仅仅银河系中就拥有至少1000亿颗行星，在这庞大的数量基数之下，怎么也会出现一些生命、一些文明吧。但现实则是，目前人类依旧没有遇到任何地外文明的踪迹。这种现象让人们得出2个暂时的结论：宇宙中可能只有人类一个文明，或者生命根本无法离开孕育他们的星球。这2个可能性都是十分消极的。人类似乎没有任何前进的必要，因为生命注定无法在更远的宇宙中出现。为了打破这样消极的未来，所以科学家们才那么积极地探索宇宙，期望能找到同样存在于宇宙角落的其他文明，证明我们并不孤单，或者移民到其他星球上，扩大人类的生存范围，获得更多生存资源。于是，科学家们参考地球的条件，在周围的宇宙中寻找那些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如果生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那么这些星球将很有可能出现跟地球一样的细胞生命。随着时间的发展，那么地外文明也必然会出现。在天文学家的努力寻找之下，在地球周围100光年的范围内，就找到了29颗条件与地球很相似，十分有可能拥有生命的星球。因为找这些星球的时候是以地球为蓝本找的星球，所以科学家们统一将其命名为超级地球。大家都知道地球上有生命，但却很少有人能够清楚为何地球上会出现生命。只有搞清楚生命诞生的条件，我们才能准确地根据这些条件寻找同样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当然，也会有人认为生命不仅仅是我们这种多细胞生物的形态，
也有可能是硅基生命、气态生命，甚至等离子体生命。的确，生命的形态并不固定，各种难以想象的生命都有可能存在。但是我们本身作为碳基生命，当然是找结构类似的生命体更容易沟通，而且它们的生存环境也很可能适宜人类的需求。所以，目前科学家们也只是根据碳基生命可能存在的条件，寻找超级地球。地球生命诞生的首要条件就是有一个稳定发光发亮的恒星，这一点很好满足，因为恒星的数量实际上比行星的数量还要多。银河系中有4000亿颗恒星，行星却只有1000亿颗。这说明在宇宙中没有行星的恒星远比有行星的恒星系要多。恒星也有大小之分，太大的恒星会散发出超高的温度，它的行星将无法生存。小的恒星也会因为温度太低，无法保护恒星系中的行星不被宇宙中的高能粒子破坏。太阳是一颗大小属于中等偏小的恒星，几乎所有的黄矮星与大一些的红矮星都符合这个条件。恒星找到后，就只要观察它是否拥有行星。行星与恒星之间的距离也很讲究，不近不远才是最佳的位置。所以科学家们根据恒星的大小，计算了大概的生命宜居带。如果生命宜居带上存在行星，那么下一步就是查看这个行星的大小。行星的质量与大小都不能超过地球的10倍，不然超大的重力下也会导致生命无法适应。当然，质量也不能小于地球，因为质量太小，将没有足够的引力让足够的大气吸附在表面，就像月球一样，表面只有真空。接下来还需要分析这颗行星的大气成分。地球的大气经过生命的改造，因此现在地球的大气层是以氮气和氧气为主。没经历过生命改造的大气层一般都是以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为主。这是因为行星形成时一般都会带有水分，地表的水会被恒星光解为氢气和氧气，氧气会与地表的碳元素发生氧化反应，形成大量的二氧化碳。地球因为植物那神奇的光合作用，才会将大量的二氧化碳都转化为氧气与有机物。所以理论上来说，只要符合以上几个条件，人们就能断定那颗星球上存在诞生生命的可能性。现在虽然找到了29颗超级地球，但是我们其实无法确定上面一定会有生命，因为现在我们的技术还不足以分析10光年外的天体大气成分。找到的这29颗超级地球基本上都符合前几个条件，在稳定恒星系的生命宜居带中，且是一个质量略大于地球的行星。但即便是找到行星的位置就已经十分困难，因为行星本身一般都不发光，直到现在也仍旧是使用比较基础的凌日法作为寻找行星的主要手段。即便距离我们最近的超级地球也只有10几光年，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观测手段中，我们也只是能在这颗行星挡在恒星前方时观测到一个小黑点儿，所以使用观测的方法是无法有效地探测到这颗行星的主要构成成分的。目前人类最有效的探测方法其实是使用无人探测飞船前去采集信息，但是在10余光年的距离下，任何探测飞船都无法前往。现在人类最快的飞行物是旅行者1号，它的速度能够达到17公里每秒，以这个速度前往10光年外的星球起码要17.6万年。在这段时间中，飞船的材料不可能在太空中坚持这么长的时间而不损坏。即便去到星球附近并采集到信息，飞船也没有足够大功率的发射器将信号传输给地球，而且地球也没有足够灵敏的接收器接收这些信号。对现在而言，探测这些超级地球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过，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的话，人类在观测他们的星球的同时，是否也有外星人在试图寻找地球呢？天文学家卡尔萨根与丽莎·卡尔特内格等人利用欧洲盖亚卫星的数据，研究出了太阳系在1000年内经过的银河系区域。经过统计，在100光年范围内
共计约有117个恒星系，其中便有29颗超级地球。大约在100多年前，人类发明了无线电。若是无线电波自那时候开始穿越宇宙空间，那么很可能已经到达了100光年外的未知世界。若是有地外文明已经发展至和人类一样发达，或者说领先于人类，那么就存在他们也利用强大的科技去观测宇宙，并且接收来自地球或者其他行星发出的无线电信号。有科学家估计，外星人可能已经观测地球约5000年时间。最近的拥有外星人的星球就在10光年外，这听上去令人不寒而栗。不过好在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观点。可以确定的是，现在人类无法探索任意一个超级地球，即便是最近的那一颗也无法前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一直在寻找这些有可能存在的星球呢？其实主要原因有2个。虽然我们无法通过探测超级地球的构成成分来判断是否存在生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寻找出有可能存在文明的星球。无线电波是一种目前已知速度最快且最有可能被生命利用的通讯方式。在生命发展过程中，如果要发展科技，就很可能会研究出无线电这种简单的远程沟通方式。只要他们使用无线电通信，就一定会有电波逃逸到宇宙中。只要检测到一丝丝这样的明显使用痕迹，我们在地面上布置的超大点射望远镜就有可能将其检测到。但是宇宙太大了，全方位的电波监控需要耗费太多资源，因此通过寻找超级地球的方法，就可以将无线电波的检测范围缩减，重点检测这些有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是否有发出无线电波，这将大大提升监测效率。当然，目前为止，人类仍旧没有检测到任何由地外文明发射过来的无线电波，宇宙中依旧是一片沉默，让人感到不知所措。人类的科技水平进步速度很快，对现在的我们来说，1光年的距离是无法跨越的。反过来，对数百年前的人来说，1天横跨太平洋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汽车发明出来之前，还有人认为在60公里的时速下，空气压力可以将人压爆。所以，我们几乎想象不出未来的科技的具体的样子。也许未来穿越数光年距离的技术并不难，这项技术一旦出现，现在已经找到的超级地球将会成为我们的主要探索目标。在光速之下去往一个近一点的超级地球，虽然也需要10几年，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时间。现在的探索是为了未来的发展作为铺垫。现在地球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生存环境正在逐步变差，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准备好未来应该往哪个方向探索。届时，即便人类的摇篮出现了问题，我们也能够移居到别的星球去。人类对地球的探索已经渐渐达到极限，我们的未来注定是在宇宙之中。人类文明不能只蜗居在地球上，所以我们才需要探索宇宙与未知。无论宇宙中是否真的会遵循黑暗森林的规则，对于人类而言，为了发展去探索应该做的事情。因为现在地球上的环境并不容乐观，而且目前根本无法担心地外文明的存在。宇宙实在太过安静了，任何文明存在的证据都没有。人类不得不悲观地认为，宇宙中并没有其他文明。